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我们去弄明白什么是真正好吃的可颂面包 croissant。可颂，我们也可以叫它牛角面包或者羊角面包。这个最初起源于17世纪维也纳的月牙形小面包，在传入法国后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了法国标志性的面包之一。而我们今天会先从可颂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入手，了解一个好吃的可颂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根据3个维度，在可颂的老家巴黎挑选出各自组最具有代表性的店铺，进行一个横评，来看看真实的冠军可颂们都长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started。法国人在这吃上面分得真的很细，可颂这类由蛋、黄油、糖做出的甜面包被称作 viennoiserie， 与维也纳 Vienna 共享一个词根，这也侧面证明了其来源。而正经的面包如同法棍或者我们常说的欧包是不加黄油和鸡蛋的，叫做 pain。 现代可颂的配方其实是起源于1902年一次法国人对它的改良，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由面粉、黄油、酵母为主，盐、糖调味，蛋液上色，烤制而成的可颂面包。看似十分简单的原料，在得到工匠们的技艺加持后，获得了重生，变化出千万种模样。这里最重要的2个因素，便是面团的发酵和堆叠开酥的技法。首先，发酵赋予了面包复杂的香气和柔韧面筋支撑起的曼妙蜂窝结构，而开酥通过黄油的加入，让面团平添了外表酥脆、内里湿润的口感和清晰的层次。具体的工艺和制作方式，有太多比我专业的内容已经详细介绍过了，我就不再赘述。那么，我们对一个好的可颂面包应该抱有怎么样的期待呢？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听听巴黎人们都怎么说。Est-ce que vous me donnez 3 mots-clés par rapport au meilleur croissant selon vous? Voilà, bien beurré, soit bien tendre mais aussi très léger en bouche, pas qu'il soit pâteux. Donc légère. Voilà. La taille, quand c'est beurré, faut pas que ce soit très très gros non plus, ni trop petit quand c'est très bon.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3 mots-clés? Stillant, la légèreté, l'aspect visuel aussi, joli. Ok. Le croissant, c'est vraiment la forme d'un croissant. Bien gonflé, bien bien très feuilleté, c'est comme des étals. Oui. On voit bien le feuilletage. Donnez-moi 3 mots-clés, soit beurré, pas trop sec, légèrement chaud tiède. Légèrement chaud tiède, ok. Pour décrire le meilleur croissant selon vous? Moelleux. Moi je dirais beurré. Beurré, oui. Ok, donc moelleux à l'intérieur, beurré et croustillant à l'extérieur. Exactement. 好吃又懂吃的热心巴黎市民们概括得非常到位。我们再系统的总结一下，首先是外表酥脆，内里柔软，湿润不干，口感轻盈。然后是黄油香气足，伴有焦糖香气，咸甜适中。外形的话，轮廓饱满，层次清晰，上色均匀。带着这10点巨气，下面这一步就是真实去到面包店看看巴黎最有名的可颂们是否能达到我们的预期。这里我分别通过3组不同的视角，选出了6家店铺进行测评，而第一组便是获奖的冠军们。我选择的是最权威的，由法国大巴黎面包工匠协会每年评出的巴黎最强可颂榜单。这个协会每年都会面向法国人最喜欢的甜点和面包举办各种评选比赛，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巴黎最强法棍和巴黎最强可颂的评选。前者的冠军获奖者可以获得1年期的给总统府邸供应法棍的资格。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面包工会自身和这个奖项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获得的面包房将获得100倍、10倍于前的销量，以及极高的业内声望。而每年打卡获奖者的面包房，也是巴黎民众和各国的好吃嘴们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不过这个比赛是报名参赛制度，所以大多已经获过奖的面包房就选择不再参赛了，而因此获奖者的轮转性就变得非常的高。所以从实际角度来讲，历年获得过前3的面包房都非常值得去尝一尝。那么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我们来一次巴黎可颂深度游。我选择的第一家是2023年新鲜出炉的冠军可颂。我现在在地铁7号线上，我们要在拉克梅这站下车。一出地铁口，我们就能看到这家新科冠军面包房。在橱窗上显眼的地方，贴着历年来参加面包工会各种比赛获得的奖项，有刚出炉的2023年国王饼第2名，2021年有机面包第1名，2021年可颂第5名，2021年苹果塔第1名。今年的可颂冠军奖应该是还没来得及贴上去，长长的队伍也足见其人气之旺。可颂价格是1.4欧，算是非常划算了。隔着袋子都能透出来的黄油香气，实在是让人难以忍
忍住，于是刚出门，我便拿出一个来为你们试一试，看看这个冠军到底有几斤几两。可以仔细看到表面的色泽非常的光亮，不过它的这个形状没有那么的饱满，还算是好看。吃croissant上最宝贵的地方是这个croissant上的角，酥脆度满分。打开croissant上，你能闻到非常浓的发酵的香味和黄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在我看来，它是值得2023年的冠军的croissant，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还买了一个带回家，进行了更仔细的拆解。首先要指出来，蛋液刷的并不均匀，导致上色也不够均匀，开酥层次特别清晰，完全不粘连。切开之后，内里湿润度很高，黄油香气特别明显，但是气孔很大，蜂窝结构有明显的粘黏，而柔软程度、面筋程度和发酵程度都是非常好的。为此，我还专门咨询了2位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有可能是为了追求湿润度，中央面团含水量高，而当天学徒没有操作到位，导致没发好或者烤制温度不够造成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外表酥脆非常 OK， 内里柔软非常 OK， 湿润不干非常 OK， 口感轻盈不 OK， 黄油香气非常 OK， 焦糖香气及格，咸甜适中非常 OK， 轮廓饱满及格，层次清晰非常 OK， 上色均匀不 OK。综合评分7分。不过这家可颂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它家是连锁店，在巴黎有非常多分店，但是目前只有我去的这家有正宗的冠军可颂。我也跑到他们另外几家店实地对比过，其他店特别是游客区的分店用的居然是工厂货，实在是有一些那么不实诚。这2个就不是一个东西。第2家是2022年的亚军面包坊，它位于巴黎东边的近郊小城桑蒙代，是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当地面包坊。橱窗上醒目地展示着2022年获得的殊荣，不过相较于第1名亚军，自然是少了一些话题度，价值比较偏远，来光顾的基本都是周围居民。相较于大店或者连锁品牌，店内甜点种类算不上多，却能看得出都是用心手做的。橱窗尽头就放着我们要找的亚军可颂，旁边还有一个醒目的小牌子，表示说我们用的黄油可都是很好的哦。可颂的价格是1块3毛5，非常划算了。我还注意到他家的法式蛋奶塔是2021年的冠军，于是我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来试试。太阳太大了，于是我决定找一家附近的咖啡馆坐下来慢慢帮你们吃。Oui, pas de souci, merci。首先它的样子非常饱满，然后蛋液涂的也很均匀，是一种很圆润的感觉，有一点点回软，不过也是因为这是中午了，这都已经是，底部有非常焦香的痕迹，黄油的香味非常的浓。它的酥皮很薄很轻盈，然后内里发的非常的好，它的内部结构空气感很足，黄油味非常的重，并且它的内里一点都不干，很湿润。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最经典的吃法，焦糖香气、黄油的香气、麦香、发酵的味道，只有一点点甜味，还有咸味来提升黄油的香味。酥脆感差了稍稍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是好吃的croissant，是非常好吃的croissant。同样的，我还带了一个回家，进行了更仔细的拆解。它真的是既具有完美且均匀的蜂窝结构，并且还兼具了湿润度，然后层次也特别清晰。美中不足，除了酥脆度之外，它外形确实没有那么出众。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它在我心目中是可以拿高分的。综合评分，我愿意给到8.5分。第2组是网红店。抛开目前来说，应该是全世界最火的法田街顶流 Cédric Hig 的店，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早上8点就去排3到4个小时的队，还很有可能吃不上。我选择了2家，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博主推荐层面，都非常值得一吃的面包店进行了测评。第1家是连锁店，在巴黎很多地方都有分店。他家以创新面包店自居，靠着招牌果酱可颂和纽约卷，在巴黎风头一时无两，也是众多年轻人和游客们打卡圣地。无论咸或甜，橱窗中各式琳琅满目的精致猪品，确实对得起创新这个称号。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可颂，号称100%手做的原味可颂，1块4一个，价格还不错。招牌覆盆子果酱可颂略贵一点，2块5一个。成年人当然是不做选择，我全都要试试。它的croissant的层次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它的形状跟颜色都非常的漂亮，还是老规矩的，非常的酥脆，空气感很足，但是黄油的香气没有那么足，很明显看到它的蜂窝结构是非常棒的，黄油的香气不足。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覆盆子croissant，然后它里边是夹满了覆盆子果酱，果酱的味道非常的浓，这不愧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要是来测评croissant的。
虽然这是一家网红店，但是它面包黄油的香气实在是达不到我的要求。走吧。回家详拆之后，进一步佐证了我的观点，内里结构确实很棒，但是偏干且香气缺失，层次不够清晰。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综合评分我只能给到4分。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家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国博主 Alex 推荐的一家店，在圣马丁运河旁的一个角落，是一家非常有名的面包房。这家小小店常常被巴黎本地的美食博主们提及 ，ins 上拥有超10万的粉丝，足以说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气。简约复古的气息，精致却不多的品类，彰显着他们的创新和用心。招牌黄油可颂也是本地街坊们津津乐道的产品，1块2的价格，相比起前面几家都还要更便宜，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我还是照例买了2个，随着飘过来的强烈黄油气息，我也是忍不住要流口水了。那么废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先帮你们试了2口。这就是我们的帕桑，它是非常棒的牛角型，然后它的层次感非常的好，然后也看得出来它的蛋液刷得很足，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听声音，首先酥脆感，我认为绝对是顶级的。哇，这个就是黄油的香气，好吃，外壳的酥脆感非常的足，里边是足够湿润的，一点都不干。黄油的香气非常的，你能吃到焦糖跟坚果的香气，是非常棒的花生。拿回家详拆，我们会发现它的颜色相比之前几家都更深，这也是焦糖和坚果香气的来源。切开后能明显发现蜂窝结构非常细密，都有些类似布里欧修面包了，和本期视频测评的第1家简直是极致反差。不过无论是质感还是口味香气，这个都是上乘佳品。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综合评分我可以给到9分。最后一组，我选择了2家日常店作为对照组。第一个是法国知名连锁面包店 Paul， 可以说是法国工业面包界代表。再偏僻的地方 ，Paul 都可以保证一样的出品水准，可谓法包界的金拱门。1块5一个的可颂，完全算不算划算？外形上我们就不做要求了，层次感缺失，形状也不太聪明的样子，香气及格，甚至要优于我们测评的第1家网红店。切开的蜂窝是均匀细密的，不过内里偏干。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综合评分还是有4.5分的。第2家日常店，我选择的是我家小区附近的邻居中评价比较好的一家小店，完全是家庭手作，口碑口耳相传，应该算是本地还不错的面包店的可颂面包。能看出来形状上咱们就不要求太多了，但是能看得出来它的层次还是蛮不错的，酥脆度有的。这酥脆度满分哎，内部结构也是那种偏湿润的，它有一点点像我们去过的那家冠军面包店下的可颂面包，黄油的香甜的味道很重，没有个特别完美的蜂窝状结构，但是非常好吃的，香气很足，黄油的味道它可比那家网红店强太多了。这个就充分说明啊，在法国这种可颂面包的发祥地，不要去迷信什么网红店，跟成都的苍蝇馆子道理一模一样，苍蝇馆子才是 YYDS。那么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这家小区旁边的小作坊综合评分居然可以达到6分。好了，看完这6家店，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家呢？欢迎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你认为好吃的可颂应该都具有什么特点呢？也欢迎你们留言跟我一起交流。哦，对了，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1键3连，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让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的话，虽然这6家店远不能代表巴黎遍地开花的面包店，不过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第一，面包工会冠军的含金量纵然很高，但是冠军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特别是连锁店的话，要小心供应的产品有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二，千万不要迷信社交媒体的网红店，有当地人的推荐才更加靠谱。第三，本地好口碑的手作面包房完胜工业流水线，所以如果你想在巴黎找一家好吃的可颂面包店，最靠谱的方式除了去打卡面包工会的获奖面包店之外，很可能是在街上或者邻居中找一位久居本地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告诉你这附近哪家有他们心中最好吃的可颂，再听他们抱怨巴黎的家长里短。 That's it。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发现更多美食，那么我诚邀你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每个周末跟我一起踏上旅程。那么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Peace out。